大家好，我是肤浅喜欢被赞美的丹丹。今天我来到这里是体育大学站，住在这边应该可以常常遇到很年轻的体育生吧。今天我要开箱的是2位男屋主的新家，2个人2只猫，他们全幢41坪的房子，只买了1800万含平面车位，一进来就看到超大景观阳台，满满模型的书房，整个家都很有工业风格。到底2个男生一起住会把家打造成什么样子？今天带大家一起来看看。现在我们来到他们家的玄关，首先看到一个非常工业风、很不一样的感觉。进来呢，会看到他们很宽敞的客厅，还有2个悠闲的屋主哈，一个超大的观景阳台。那往里面呢，他做了一个通透的书房工作空间。这里呢，右边是客房，后面是主卧的卫浴。再进来这里就是主卧室喽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去访问屋主吧，请屋主先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 Soda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Max。Hello。2位屋主，还有另外2只可爱的猫猫一起住的房子。那我现在想先问 Soda， 请问你们家全幢多大41，当初买多少钱可以透露吗1800含车位左右。平面车位？对，前年卖的。A7就是整条机节里面算前几便宜的，然后也只买得起这边。对啊。装潢费如果不含家电家具的话，花了多少钱呢？不含家电170，因为我们家几乎都是淘宝。我刚刚绕了一圈，我觉得你们家很有特色哦，然后是工业风。现在我们先来看他们家的玄关吧。一进来啊，我就看到这个很有工业风风格的柜子，这算是你们的鞋柜吗？一开始跟设计师谈，整个家都会是灰色和黑色和木头的深咖啡色3个元素去组合起来。美国那边工业风的设计，他们很多黑色铁的元素。那一方面它也是通风嘛，所以鞋子也不会有味道。你们鞋子就只有这些吗？对，你们鞋子很少。我全部的鞋子只有这2双。那这边一进来啊，有一个很有工业风的这个水管嘛，这个是你们上网看到的灵感吗？对，就想说有访客来的话，这边可以让他们挂东西，然后这边接着做一个灯这样。所以算是你们把这个灵感跟设计师说，他帮你们做设计的吗？也是我们淘宝自己买的啦，他帮我们装上去这样子。就是你的设计师是负责施作的部分，没有设计的部分。不行，不能拍。这个是你们的污衣柜。对，其实一开始我们有想买那个 LG 那个很喜花的那一台塞在里面，但后来就觉得实在没那个必要啊。加上这边放一个扫地机器人的位置是刚好。这边是扫地机器人，这可以开吗？可以。那我们打开让镜头看一下。你这个扫地机器人是有水线可以进出水的。对，刚开始就要跟设计师谈哦，他才能把那个水线接过来，不用再另外做到污水的部分。这台机器这样用多久了？3年，就是买房子之前就有了。听说它的故障率很高，但我们目前没有用。因为我自己也是有用它的吸尘器，然后前几天就故障。真的假的？而且很难叫维修，而且卡掉。这个灯是设计师的建议吗？没有，他没有 idea。他有跟我们讲这面是迎宾墙，所以让我们自己去想要怎么发挥。一开始我们还有想说要做那种霓虹灯啊、夜店风，但觉得好像不太适合来。对，所以最后你们是选了这一面月球灯。对。那这个灯是在哪里买的？淘宝。多少钱？4000多吧。这个水龙头挂物品的东西，加上那个灯，这样子花了多少钱？这一根都100-200而已，这样子加起来就5000吧。那我们现在往里面去看你们家的客厅吧。我一进来就看到这边有一个很大的中岛，一开始就跟设计师说，我这个家一定要有中岛吗？其实就是一个空位啦，然后就是放一个中岛，可以刚刚好填补这个空位这样。所以你们跟一般人不一样，一般人是家里为了塞下中岛，想尽办法挪位置，你们是家里太大，然后想说，那不然弄个中岛好了，是这样吗？也不是，原本上面还想说做个放酒的酒柜，然后后来也觉得好像真的太乱了，改挂很多我们的相片墙。哇，你们真的去过很多地方哦。我想问一下2位屋主，你们的职业是什么呢？我是那个科技业的工程师。我是科技业的 PM。所以他们都是来自科技业的。那这样对于买房是不是比较有帮助？因为我其实本来还想要问说，那你们买房有没有经过很多挣扎？那看来2位都科技业，应该是不用挣扎吧？也是挣扎很久。他也是看了很多。因为买房还要烦恼头期款。要烦恼。对啊，所以才只能住 A7啊，都不会在这里了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你们漂亮的客厅。我一进来就被你们这个客厅震惊到，就是这个窗景。
虽然现在呢是大雨天啦，不过可以看到它的可视的距离非常的远诶。两位平时比较常待的空间会是哪一个？这边都是客厅吧？对，这边沙发这边最多，然后都是在这边看电视嘛，对不对？看电视，他会打电动啊，然后或者是我会就是追剧啊。对啊，我们会抢电视啦。但所以我有感受到你们这一边花了预算，就是完全没有再节省了。其他地方可能我淘宝一下还是什么，可是像这边电视也是买 Sony 的，音响也是买 Sony 的，包括你这边弄了一个非常大的空气清净机2只猫咪的问题。那当初装修的话，这个地方的预算有没有也是比较重？这个就是选比较好，就不是淘宝的。沙发就不是淘宝。对，沙发你们后来在哪里挑的？不是，那家叫什么？那个他们有点没默契，自己买的都是不知道。沙发和床，我们真的是挑了15间以上吧？对，就是一家一家做，忘记是哪一间买的这样。对啊，我们没有业配啦，对啊。那个什么羚羊他们。羚羊。那上面我有注意到你们的天花板是没有封上去的是有什么考量吗？对，因为我们主要是工业风啦，但我们工业风同时又想要做吊影式，所以这边其实有考虑蛮多的。一开始就是你吊影式通常就是挂冷气在外面嘛，但我们要藏起来，所以就变成是要压低整个书房的整个天花板，所以就变成是整个客厅是挑高，让它直接是原本的，像除湿机啊还是冷气全部都一起藏在这个里面。客厅里面就有种植这些植物，种植物是哪位屋主的兴趣啊？都不是兴趣，就是硬要好看才种的。这一批我看绿绿的，所以是来拍摄前一天先买好挂上。或者死了好几批活下来。那我们摄影师可以再往前一点来看，因为他们好像也是有快要哭死了吗？不要我们看外面，我们看外面，下面这里都有铺这个木地板，然后还有铺石头。这个也是我们自己去特力屋买的，也都是很便宜啦。它就是整包可能500-600就可以做成这样子，加上石头，加上板，石头比较贵吧？对。还说石头是去哪一片沙滩那个？其实是楼下公社啦。没有啦，不能卡掉。那我们去看其他空间。OK。Hello， 我是丹丹，还没订阅吗？如果你喜欢看居家装潢风格跟饭店开箱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小铃铛。那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我要来看他们家的厨房哦。我想要问 Max， 你们平时在家里会煮饭吗？会啊，但是没有很长，大概几个礼拜煮一次这样。封闭式，所以3炉都明火。对，都是明火的。对，煮饭就超级无敌爽的。对，然后这都是建商版来付，你们完全没有改。对，都没有改。对，冰箱在这边啦。那现在既然说有在煮饭的话，我们还是要来看一下冰箱哦。来，我们摄影师从这边来，准备要来突袭了。好，那现在我来看喽哈。有后面3颗洋葱都有洋葱，这什么意思？发芽洋葱，这可以吃吧？我第一次看到洋葱发芽，大家有看过吗？可以吧，洋葱。你们这3颗可以移植到外面的啦，我相信他们很顽强，应该是不会死。你们有多久没煮了啦？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里。好，那这边有点小乱哦，这牛肉对。肉啦，只是说肉已经冰到发黑。好，里面也很多，你看还有鲑鱼，然后还有虾。怎么有抹布在这边？怎么会抹布在里面？那我想问你们，这洗碗机吗？它长得我不太认识。它是建商附的，它是那个烘碗机啊，2层哎。对，很浪费空间哦。那你们当初选择没有做洗碗机是什么缘故？对，不常煮，而且我们2个人而已，就是碗盘没有那么多，然后加上我觉得洗碗比较干净，所以你看我这边都有准备那些洗碗巾的东西，这样。2位会轮流洗，还是说有洗碗担当？都是我在洗的。我在煮，我在洗的。他洗了，我还会再洗一次。很好，你是什么处女座吗？巨蟹座。那我想问Soda是什么星座？Soda是摩羯座。跟我一样摩羯跟巨蟹。比较懒散，对不对？我很挺好的。刚刚那边都会剪掉。现在来到这边是我刚刚也很好奇的一个空间，因为我远远的一进到他们家就看到里面有一整面墙的模型哎。知道这个是什么卡通吗？大家认得出来吗？从小有在玩游戏的话，应该认得出来是 Final Fantasy 竟然有人知道，我几乎所有朋友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就台湾以前古代的时候，太空战士啊，所以这是 Soda 你的兴趣。对，我从小就很爱买这些公仔。克劳德嘛，我有点太久没玩，这是太七的。对，太七主教这一边摆这一整墙啊，这个设计是当初你跟设计师要求说你要放公仔的。对啊，当初设计师是强烈反对了，他说这个太浪费空间，他说你应该摆1-2只好看就好了。你这样子，你做这个柜子啊，
大概多花了多少钱啊？这边整个柜子加这边的柜子应该要20几万里面对就这一间空间的装修，本来就是一整个完整的超级大客厅。Soda 他有时候是要在家居家办公的，那他就会需要一个稍微独立一点，但又可以视线开阔看到外面的工作空间。所以他就在这边砌了一个半墙，上面再用这个透明的玻璃把它隔起来。里面这边隔音很好哦，然后后面这边又是你心爱的模型门。对。那这张椅子是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哦，这个是按摩椅，我以为是电竞椅。它是电竞椅没错，它现在是可以配合脚机，这边有个脚机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头戴式的，对，然后一起用 APP 去联动这样子。反正就分离式的按摩椅，然后把它分散各处。但我看你那个机器那个离有灰尘了是不是？对啊，有啦。大概多久会使用一次呢？我们大概1周吧。对，1周。我怎么记得刚好是说2个礼拜、1个月的？就觉得不妙。没有，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，好像这样的器材，我觉得它有非常实用的功能，没错。但是你一定要想清楚，你是不是有那个使用习惯哦？因为像它这个机器又摆在旁边，然后结果还是你说1个礼拜吧才用一次。然后这边有做一个卧榻，那这个卧榻做的原因是，我们有客人来住，他是可以睡1个人的。是吗？对，可以啦，我试试哦。可以。但因为我166，我睡哪都可以。可以啦，真的可以耶，也可以睡1个人。你们住进来这边大概快2年了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卧榻目前为止有人在上面睡过吗？0个，0。那有人在这边休息过吗？吵架的时候会吧。2个人住的话，我想你家里还是会需要一个卧榻。但听说卧榻是男人事业的基石，就是说如果你家里有做一个卧榻在窗下的话，好像对男人的事业是有帮助的。那你们家又住了2个男人，所以这卧榻是做得好啊，风水很棒。这个结语好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准备去看一下后面的空间。现在这边呢是他们家的客卧，这个客卧可以看到他做了蛮多人梦想的榻榻米，它算是一个小合适的感觉吧。然后下面这里有那个置物空间。那你们当初客卧选择上面做这个床板是？当初会想说可能会有一些朋友啊来我们家借住。那2年来有多少客人来？有一个。你们这边收纳会很常取用吗？很不常就是放那种真的不会拿出来的东西。这边你们花了多少钱装修啊？应该10万20万吧。这边有一个柜，比较少用的衣服收纳的衣柜吗？对，或者是放行李箱的这边。来看一下它可以收纳多少行李箱。来上面1个大的，这边2个大的，然后这边3个，那这也是吗？那是什么东西？好，那我们去看最后一个地方，他们家的主卧室。来看咯。一下2个男生的主卧室要多大才够住呢？在这个 moment， 有2个人立刻冲进去整理衣服，这真的太荒谬了。这边做了一整面的开放式衣柜。我看到这边，我就是有个问题想问，你们这边每一个房间都有对外窗哎？对啊，每一间都有，浴室啊、客房啊，然后主卧都一定要有对外窗。因为如果有这么多的硬性要求的话，房子应该是不好找哦。那这边做这样子一整面的衣柜啊，你们在睡觉的时候不会有产生什么压迫感吗？其实不会，因为我们睡觉都喜欢全部都关起来这样，所以你也不会感觉到前面有什么东西。然后这边也全部都是淘宝买的哦，这些柜子对，这些柜子，然后还有这些梳妆台，还有这几个收纳内裤、袜子，全部都是淘宝买的啊。收纳内裤，所以里面开看就知道了，可以看。好，这是内裤啊，这是袜子，对。然后下面生活化，看也很，然后下面好像就是一些泳裤之类的，这样。我们2个内裤都可以一起穿，所以就是我们内裤也没有买太多件。不是因为他们感情好省钱，为了买房子钱都花光了。我们的衣服都可以一起穿，都是我买的衣服比较多，所以他收到都可以一起穿。我也希望说我家里有个人比我还会买衣服，我会穿他的。那你们这边装修的部分，设计师好像他也没有什么需要发挥的地方，就是你们挑好柜子，他帮你们钉上去。对，没错。那你们床后面这个背板，这是设计师的建议吗？上面有灯条，那个灯条是我们自己跟设计师讲的，然后旁边柜子也都是我们自己用的。你们这都自己挑的嘛？哈，家用品也都自己挑，所以你是花钱找设计师来教他怎么设计。我开玩笑的。跟设计师，我觉得设计师人蛮好的，就是我跟他讲，他有沟通，这样怎么设计都可以，反正我收设计费就好。对啊，没错，这也都是淘宝买的，我们自己选的，我们就当初选一些我们想要有太空的那种感觉的。那你们这样很会选品，整个家的概念，我觉得还是有贯彻到的。然后那个迎宾墙又是月球的，对啊，跟这个有点呼应到。对，
那你们在选品啊，是2个人各自都有各自的贡献，还是说是以其中一个人的品味为主呢？都有贡献的，都有。因为像明显有欲求是我选的，我说这个还不错，我选的画是他选的比较多啦，我就跟他讲说，譬如他可以给我10张，我们就共同选出3张出来。受达好像有很多话想说。最后我想要问一下，你们是好入睡的人吗？很好入睡，就是直接躺上去，可能几分钟就可以睡着那种。2个人都很好睡。我通常都会好奇问别人说有没有针对睡眠这件事来做过什么努力，例如说光线啊，或是床寝具要挑好一点。所以你们就是随便去大卖场买一张床回来吗 ？No， 我们那时候光床我们是挑大概10几间吧。摸起来，对。好像蛮贵的哦。其实没有，床加那个枕头好像也是加床架，大概4万多块而已。你们很会杀价吗？也算了，因为其实我们去床的世界、席梦思，我们躺那种10几万的床，可是都觉得说都好像还好，因为我去棉豆腐都有去看，然后挑到我们家附近的有一家类似工厂的地方这样，然后就觉得那家不错，然后刚好有在特价。对，所以说如果大家在挑寝具啊，如果你没有品牌迷思，自己的身体感受还是最明显。但说真的，我那时候也挑了10几家床，可是呢，有时候你在那边躺那个床，它的枕头其实也是配整套的。如果你回家是那张床，你换了一个枕头，那个好睡的感觉可能就不见。所以他们家的做法是，我整套买回家。对，没错。现在我们完全看完他们家了，我们到客厅来跟2位屋主好好聊一下。那我想问 Soda 跟 Max， 你们当初决定买房啊，你们大概花了多少时间去准备头期款？一直都有在存，这个还好。看房这个时间花比较久。你们看房看了多久啊？到你们真的买到房？我在认识他以前就已经在开始看了，所以我大概已经看了有50间以上。A7、A8、A9一直在盖新房，就是每个月都有新建案，然后一有我们就去看一下。那你为什么会觉得说我决定要买房呢？真的是一个梦想，就是从小到大都是没什么钱，然后在租房子，那租房子都是那种我印象很深刻，就是整天都是住在那种没有窗户，甚至有窗户就是直接隔壁栋就是可能10公尺，永远不见天日，什么家具也不能自己挑自己喜欢。很多都不方便养宠物。对，宠物也是一个。你们宠物是有了自己房子之后开始养的吗？没有我之前租房子的时候就养，就把那个房东的沙发抓赔一大堆钱。这个下面的中岛，我们其实是挖一个大洞，然后摆猫砂盆，旁边有猫的喂食器。你这样住进来大概2年了嘛，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每个月的房贷啊、管理费这些费用，这样大概1个月要花多少钱吗？我这边房贷是3万8，管理费的话大概是花4000左右。但2个人一起 share 就还行。那当初你们是有用新青安的吗？有，我用新青安，没做款限期。那么一开始是怎么找到现在这位设计师，决定跟他合作的呢？我们一开始也找了好几个，后来就是找到我们一个也是圈内朋友的哥哥，然后觉得说，看着他的设计作品还不错，然后加上这个哥哥也是跟我们一样，应该都是算是理工科的，我们要的他都可以帮我们做出来。我打个岔，圈内这2个字可以说吗？健身圈，怎么了吗？吓死我！现在这个设计师，你们前面已经有先跟4位设计师谈过之后，最后才决定是他了。那前面4位设计师呢？你们是发生什么原因，或者是有什么考量才决定说，那没有办法跟这个合作？因为我们的设计不是一般人做的，那跟前面4位谈的话，他们可能都会有他们比较自己的想法。因为我们本身算理工科的，所以我们其实一开始都有做很大量的功课，就是包含管线要怎么接，然后电要怎么接，这些我们都其实都有现场。最后我们选择这一位是都有答对，我们都会带着问题去问他，那如果他的反应，他可能就是回答的比较慢，或是比较没有自信，我觉得我们大概知道了。我算是懂了。你们找设计师的时候是带着考题去，来这份试卷先做完哈，没有考到195的，我们就不用合作了。那2位屋主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说的吗？刚刚一开始介绍那个扫地机器人啊，它要有做水管，那还有就是我们有做全室除湿嘛，吊饮式的冷气等等的，这些都是要一开始就是规划好的。我再补充一次，就譬如说你的卫浴要有一些像是电热毛巾架这一切的
话，你管线要先跟设计讨论好，之后再去用的话，你可能管线没有办法拉，你这些东西都是没有办法完成的。这些都是在一开始你要装修的时候就要想清楚自己的需求了。那如果想清楚的话，去找设计师的时候呢，不要害怕，直接跟他说，因为如果说了之后合不来的话，赶快找下一个，因为这是一大笔钱呐、头洗下去了，真的没办法。你轻易就妥协了，最后会哭哦。那我们这一集呢就到这边了。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下次影片继续跟着大家出去玩，吃的玩乐不打烊。谢谢两位屋主，拜拜。拜拜。